北京庆丰包子铺曾是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品牌，然而其官方微博自2023年6月15日起就再也没有更新了。微博上显示，该企业的资质未经过年审，似乎暗示着企业正面临着经营困境。然而，更可怕的一个事实是，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中国就有10家老牌百货零售商相继停业倒闭，这犹如一记重磅炸弹，震惊了整个行业。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，更多的老字号企业正在悄然走向没落。北京全聚德烤鸭卖不动，一年亏损2.6亿。提起北京全聚德，人们第一反应必定是他那久负盛名的烤鸭。然而，如今这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据悉，2023年北京全聚德一年净亏损高达2.6亿元。这家鼎鼎大名的烤鸭店，如今连一只烤鸭都很难卖出去。原本238元起步的烤鸭价格也难以吸引消费者。令人唏嘘的是，为了挽救颓势，北京全聚德不得不频繁更换高管。前年，他们曾经火速下放了当时的总经理张力，并从东来顺请来了新任总经理周延龙。但可悲的是，即便有了新的领导层，全聚德依然陷入了亏损的泥潭，濒临破产。这家157岁的老字号企业，如今正在一步步走向没落。对此，业内人士表示，全聚德之所以会沦落至此，根源在于其僵化的管理体制、缺乏创新意识以及日益趋于高端的价格定位，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消费者的需求。天津狗不理一笼包子120元，花生米58元。曾几何时，天津狗不理作为北方饮食文化的代表，以其正宗可口的包子馅料而闻名遐迩。但如今，这家老字号却以极其高昂的价格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人不理。据悉，在天津狗不理，一笼普通的包子竟高达120元，而一碟花生米也需要58元。这简直是天价，令人啧舌。面对天价商品，消费者自然纷纷退避三舍，人们的消费信心持续低迷，狗不理的门店也接连关闭，陷入了深深的亏损泥泞。数据显示，随着门店的不断关闭，曾经辉煌一时的狗不理，如今也沦为了人不理。这家100年老字号正在一步步走向没落。对此，有业内人士表示，狗不理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关键在于其固有的高端定位以及脱离市场的定价策略，已经严重偏离了普通消费者的接受范围。东阿胶把阿胶搞成奢侈品，5年亏损50亿。再说东阿胶，这家老字号企业曾经凭借着阿胶这一国宝级保健品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。然而，在董事长齐玉峰的带领下，东阿胶却将阿胶打造成了奢侈品。据了解，在齐玉峰的经营策略下，东阿胶不仅将阿胶的价格推到了天价，甚至还大量收购驴子，以满足阿胶的原料需求。董事会当时傲慢地表示，消费者吃不起就不要吃了。可悲的是，这一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最终引来了消费者的抛弃。短短1年半时间，东阿胶就巨亏5个亿。针对这一情况，业内人士指出，东阿胶之所以会走向没落，关键在于其高价定位和脱离市场的经营策略。将100年老字号品牌的产品打造成奢侈品，无疑是一种自我毁灭。中华老字号90%活得很差，原因不外如下：东阿胶的遭遇似乎并非个例。在当下，中华老字号企业普遍陷入了经营困境。据统计，如今有90%的老字号企业正在活得很差。究其原因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：偷工减料，降低产品质量。为了控制成本，许多老字号纷纷选择采取偷工减料的手段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，消费者失去信任。价格过高，脱离市场。
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，许多老字号企业选择将产品定价居高不下，以期获取更高利润。但这样做只会让消费者远离，服务差劲，无法满足需求。许多老字号企业的服务态度冷淡，员工素质低下，难以满足当下消费者日益提升的需求，缺乏创新，固步自封。绝大部分老字号企业固步自封，不思进取，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，最终被市场淘汰。可以说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老字号企业自身管理体制的僵化、员工管理的失调，以及加盟店管理失控等诸多因素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即便是曾经的国宝级品牌，也难逃沦陷的命运。这不仅令人唏嘘，也让人不得不思考中华老字号究竟何去何从。梅龙镇伊势丹一家老牌百货的谢幕。虽然中华老字号普遍陷入困境，但百货零售业的状况也并不乐观。近期，多家老牌百货相继宣布停业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位于上海的梅龙镇伊势丹。据悉，2024年6月30日，拥有60多年历史的梅龙镇伊势丹将正式终止营业。这家曾经辉煌一时的老牌百货，如今正在谢幕。在临终前的最后时刻，梅龙镇伊势丹全场都打出了打折信息，折扣从1折到8折不等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店内人流依旧不大，显示了消费者已经对这家老牌百货失去了信心。梅龙镇伊势丹的谢幕只是一个缩影。近年来，不少老牌百货纷纷离场，比如此前沈阳伊势丹退出市场，上海太平洋百货和600相继关店。3月31日，咸宁银泰百货和广州番禺友谊商场也相继关闭。对此，业内人士表示，百货店关停的根源在于经营压力巨大。在租约到期的背后，消费力不足、实体门店日趋式微等问题，正在逐步吞噬着这些老牌百货的生命力。2022年，超40家百货门店发文告别，其中有27家为运营超过10年的老牌百货商场。而据统计，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。2024年截至目前，更有10家老百货宣布停业，有5家将彻底关闭。可以说，百货零售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离场潮。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老牌商场，如今正在一个个走向没落。王致和老字号也难逃沦陷命运。中华老字号的沦陷不仅仅体现在百货零售业，连百年老字号品牌也难逃此劫。以著名的北京王致和为例，这家老牌调味品公司如今也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王致和作为北京老字号，在腐乳市场上曾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。但近年来，这家企业频频爆出食品安全问题，引发了消费者的广泛不信任。有网友曝光，王致和的腐乳竟然内部长有蛆虫，令人作呕。这一丑闻的曝光，彻底打击了消费者对王致和产品的信心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王致和的腐乳品质下降，口感变差，甚至有人表示恶心，再也不想吃了。这家拥有355年历史的老字号品牌，如今也陷入了濒临破产的困境。数据显示，王致和近年来持续亏损，销量一路下滑。而作为北京非遗的王致和腐乳，也难逃被消费者抛弃的命运。对此，业内人士表示，王致和之所以会走向没落，关键在于其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管控方面的严重疏忽。固步自封、缺乏创新，也是造成其沦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其实，王致和并非孤立，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，许多百年老字号品牌也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。六必居的酱菜园濒临倒闭，便宜坊的消费市场萎缩，天福号的酱肘子也鲜为人知。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北京老字号，如今都陷入了发展的绝境。固步自封、缺乏创新，是造成这些老字号企业沦陷的关键原因。
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，他们却选择固步自封，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，最终被市场淘汰出局。中国老字号的绝境，颓势难止。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中国老字号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从百年老字号品牌到历史悠久的百货商场，无一幸免于难。数据显示，仅在2022年，就有超40家百货门店宣布关停，其中有27家为运营超过10年的老牌商场。而在2023年，全国范围内更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。到2024年，又有10家老百货宣布停业，其中有5家将彻底关闭。这种离场潮不仅体现在百货零售业，也蔓延到了其他老字号企业。比如东阿胶，在5年时间内就亏损了50亿元。王致和这样的北京老字号，也因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而遭到消费者抛弃，濒临破产。究其原因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僵化的管理体制，许多老字号企业长期沿用着原有的管理模式，难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，从而失去了竞争力，脱离市场需求。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许多老字号企业选择将产品定价过高，无法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。缺乏创新意识，绝大部分老字号企业固步自封，不思进取，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，难以吸引新一代消费者。食品安全问题频发，一些老字号企业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，导致消费者信任度下降。加盟店管理失控，许多老字号企业对加盟店的管理存在问题，难以确保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。可以说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老字号企业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。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，他们无法及时调整，最终被市场淘汰。他们正在一个个走向没落，成为绝境中的悲剧。